近来，俄方宣称击毙了4名美加等国雇佣兵，这也是俄乌冲突以来已知在俄境内阵亡的第一批西方雇佣兵。另一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也证实了，他要求美国提供战斧远程导弹，以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但这一机密消息却被白宫泄露给了美国媒体。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乌东地区发起猛攻。俄国防部当地时间10月3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147个地区打击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集结地、军用机场的基础设施、油库和弹药库，击落67架无人机。当天，俄军控制了2个定居点，分别位于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更重要的是，俄军表示已经占领了乌东关键城镇塞里多维，这意味着俄军距离攻占波克罗夫斯克又近了一步。事实上，俄军近来一直在尝试占领波克罗夫斯克，该市是乌东地区的重要后勤枢纽，而塞里多维位于波克罗夫斯克东南约18公里，是乌防御的重要集结地，也是顿涅茨克地区唯一仍在乌克兰控制下的煤矿所在地。此外，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的战略要地塞里多夫地区。当地时间10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了在乌东地区面临的困境。他表示，乌军之所以在一些地区被迫撤退，主要是乌俄兵力相差悬殊，比值达到了1比8。乌武装部队少将德米特里·马尔琴科称，乌军在顿巴斯地区进展不顺利，原因包括缺乏弹药、兵力不足等。同一天，为了填补兵力空缺，乌克兰宣布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动员，再征召16万人入伍，预计在3个月内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发布战报称，乌军对俄军11个人员集中区实施了打击。在位于顿涅茨克的库拉霍沃方向，乌军击退俄军42次进攻。乌军摧毁了俄军8辆坦克、29辆装甲战车、40架无人机。俄方近日还发布消息指，在边境地区挫败了一起破坏人员入侵的企图，并打死了4名外国雇佣兵。根据俄方声明，4名破坏分子在布良斯克地区被俄方人员和士兵击毙，并搜出了外国制造的武器以及加拿大国旗等个人物品。俄外交部发言人扎赫罗娃表示，被击毙人员包括加拿大、美国和波兰公民。对此，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已获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俄罗斯死亡，但不会证实关于这名加拿大人是4名进入俄罗斯的外国战斗人员的报道。据悉，上述雇佣兵是俄乌冲突以来已知在俄罗斯境内阵亡的第一批西方人。观察指出，俄乌的一系列军事调动显示双方很可能在这个冬季迎来战役的决战时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证实了他要求美国提供战斧远程导弹，以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并抨击白宫向美国媒体泄露这一机密信息的行为。They said that Ukraine wanted a lot of missiles like Tomahawks and etc. But it wa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etween Ukraine and White House. How to understand these messages? So it means between partners, there is no any confidential things. 战斧导弹的飞行距离可达1500公里，射程比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远6倍。如果得到美国的允许，乌克兰将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这是基辅方面宣传许久的所谓胜利计划的关键部分，也是保密附件的一部分，但却被《纽约时报》所公开披露。一位匿名的美国高官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俄乌局势再次面临重要节点，两党候选人立场差异明显。哈里斯承诺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不会强迫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谈。特朗普则多次批评对乌军援承诺将尽快结束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表示，对特朗普展现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意愿表示欢迎。То, о чем говорил господин Трамп вот совсем недавно, и то, что я слышал, он говорил о стремлении сделать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кончить конфликт на Украине.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он говорит это искренне, и заявления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от кого бы они ни исходили, мы, конечно,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乌克兰方面则表示，美国叫停对乌援助将意味着普京的重大胜利。Of course, we don't know who will be the president, but of course, we understand all the risks. I think not to support Ukraine, I think it will be big
win of Putin and big loss of West. 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在近期的采访中还指出，乌克兰收到的军援只有美国国会已批准的10%。他还提到，北约国家承诺在9月初前向乌提供6至7套防空系统，以应对俄军的远程打击，但基辅至今未收到所有承诺的系统。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军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做准备，而此前俄军已空袭摧毁乌境内约1半的发电设施。此外，俄罗斯政府对谷歌开出了一张高达约35位数字美元的巨额罚单。这一数字不仅是远超谷歌自身的市值，更是将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堪称天文数字。据了解，这一事件起源于2020年，谷歌旗下的视频平台封禁了多个俄罗斯的媒体账号，并因此败诉，被俄罗斯政府处以每日10万卢布的罚款。有法律界人士称，如果9个月内未缴纳罚款，罚款的金额将会每天翻一番，没有上限。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罚款的金额将会迅速膨胀至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而谷歌若想重返俄罗斯市场，就必须遵守这一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龙显30号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了第56次韩美安保会议，双方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朝鲜派兵援俄。奥斯汀称，身穿俄罗斯军服、携带俄罗斯装备的朝鲜士兵正往乌克兰进发。他表示，这是一个危险且破坏稳定的升级。We're closely tracking the unprecedented level of direct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DPRK. The evidence now suggests that North Korea has sent around 10,000 soldiers to train in eastern Russia. And some of these DPRK troops have already moved closer to Ukraine. And we're seeing them outfitted with Russian uniforms and provided with Russian equipment. And I am increasingly concerned that the Kremlin plans to use these North Korean soldiers to support Russia's combat operations in Russia's Kursk region near the border with Ukraine. 近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年度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母港。此次训练涵盖多海域，且成果显著。其中，辽宁舰和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意义非凡。歼15改进型舰载机也首次公开展示。据新华社31号的消息指，训练期间，海军辽宁舰编队转战黄海、东海、南海等多个海域，开展实战背景下多个科目综合演练，官兵全程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反应的作战状态。在南海某海域，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锤炼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双航母训练任务横跨中秋、国庆等节日，编队官兵坚守岗位，连续奋战，把对家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祝福转化为一线练兵能战胜战的昂扬斗志，在远海大洋为祖国和人民护航。在当天下午的国防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张小刚也回应了相关议题。辽宁舰航母编队与山东舰航母编队在相关海域组织双航母编队海上训练，是年度例行性安排，主要开展实战背景下作战训练，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中国军号发布了4张高清大图，新华社、央视新闻也先后释出视频，对外透露了更多细节。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舰舰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辽宁舰航母编队正加速前往预定海域。外界注意到，除了辽宁舰、山东舰外，舷号103的055型大型驱逐舰鞍山舰、舷号106的055型大型驱逐舰延安舰也出现在画面中。此外，还有2艘901型大型综合补给舰。香港《星岛日报》指，海面上至少有12艘各式舰船，而水面下的数量则不得而知。分析认为，055型大型驱逐舰作为航母编队履行远程打击、防空反导职责的重要一员，既可伴随编队行动，也可前出策应行动。大型综合补给舰则可以供应整个编队的物资需求，展现了双航母编队强大的综合打击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此外，具备3代半特征的歼15改进型舰载机也首次公开展示，并以震撼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密集编队亮相。12架舰载机在空中组成2个三角形编队，十分震撼，证明该机已经批量入列。
歼15舰载战斗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舰载战斗机，又称飞鲨。该机攻防兼备，采用了双发双座的布局，具有作战半径大、机动性能好、气动布局佳等特点。改进型歼15在翼尖挂架、机头 IRST、雷达罩、前缘机翼等多处进行了升级。分析指，改进型歼15作战能力与空军歼16战机相当，既能在福建舰上弹射起飞，也能在辽宁舰和山东舰上滑跃起飞。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辽宁舰和山东舰首次以双航母编队的形式亮相，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双航母编队被认为是一国海军实力的重要体现。在2艘航母已经展示过舰载战斗机单日持续出动能力约40架次的基础上，双航母编队不仅意味着战机出动能力的加倍，也使得编队可以根据任务需求灵活调整2艘航母各自的舰载机出动组合，更是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大气势，实现对周边敌对势力的震慑。我们说航空母舰呢是海上的最大的作战平台。目前呢，辽宁舰还有山东舰都属于大中型的航空母舰。那么2艘航空母舰呢，一般它就可以在海上持续的时间更长。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航母来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然后来完成对海打击或者是对陆打击的这种任务，说明了人民海军的远海作战或者远海护卫的能力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新加坡联合早报指，中方此次并未写明演练的具体时间，但提到这次任务横跨中秋、国庆等节日，由此推算，训练至少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深圳卫视注意到，9月中下旬，辽宁舰首次前往西太平洋演训，这也是辽宁舰现代化改装后的首次西太演训。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的报告，辽宁舰在10月14号至15号的短短2天内，起飞了90架次的战斗机和50架次的直升机，总计14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这一数字不仅创下了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日均起降次数的新纪录，达到了70架次每天。而2022年12月，辽宁舰赴关岛附近海域进行远海训练时，平均起降架次为23.6架次每天，最高30架次每天。这意味着不到2年的时间里，起降频率翻了一番。目前，辽宁舰已经入列12年，山东舰也已经入列5年。外界一直高度关注中国何时开始双航母编队时代。10月初，外媒炒作称，辽宁舰在结束西太平洋演练后，停靠三亚军港，与山东舰分别停靠在一座大型码头的两侧。在码头的短边还停靠2艘护航舰艇。两舰上次同框还是在大连造船厂，当时山东舰刚下水，尚未服役，辽宁舰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作战能力。